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显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当然全球现在都在看什么？美国媒体更是忙翻了哦，空中地上随时在看这件案子最新的发展。当马杜洛这位人家的总统被逮捕抓到了美国受审，我们看到的最新的画面都是他在纽约开庭的画面，穿上了囚服。那么他在庭上公开的表达是他不认罪，因为美国政府光是司法性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对于其他国家的元首提出司法的审判这个议题，看起来这次的开庭好像是认定了，但对他当事人来说，他对于4项重罪。毒品、恐怖主义阴谋、走私古柯碱、非法持有枪械爆裂物、密谋有关的机枪、什么爆炸装置，全部否认。他说：“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一个正派的人。尤其我仍然是我们国家的总统，我是战俘，是被俘虏、被绑架到你们国家来的。”那么马杜洛被押送的过程当中，被很多媒体形容近乎是羞辱的哦。从一开始戴着眼罩啊，到后来押解途中，连上囚车的路上几乎是得跪爬着哦，才有办法上去。那因为还有手铐脚镣，所以他的行进非常的困难，而且他跟他的第一夫人的太太身上看起来都有伤，你看光要爬上那个囚车，举步维艰的困难，是被推着才能上去的。像这样的画面，就是要给他难看或羞辱嘛哦。尤其白宫的羞辱动作，还不只是在庭上给他的表现而已。看看他还在白宫 PO 的影片，过去他很呛美国的画面，现在被拿来嘲弄了。看看画面。Venga por mí. Aquí lo espero en Miraflores. No se tarde en llegar, cobarde. Like, I don't understand yet how they haven't figured this out. And now,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Because this is the way it's going to play out. And I think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a president that just talks and does letters and press conferences. And, you know, if he says he's serious about something, he means it. But don't play games. Don't play games with this president's in office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turn out well. 就是川普很嗨啊，甚至美国部分的民众现在也很嗨，就是说，哎呀，呛川普来抓我那个懦夫，结果把你抓来了吧，现在把你狠狠的羞辱了吧。甚至《纽约时报》有个报道说，马杜洛为什么最后会被直接用这么激烈的行动把他逮捕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在跳舞的画面。他当时呢，对于川普继续轰炸他海上的船只表示不屑一顾，甚至跳这个舞啊，叫做 No Crazy War， 不要疯狂的选举等等，的战争等等，被认为是在嘲讽川普，所以川普看得很不开心，才直接下达这样的命令啊！你看那个对比的画面。就是在跟川普的画面动作是一样的。那么川普多开战场吗？打完了这个委内瑞拉，把人抓起来，掌握油田，告诉美国人说，我帮你们赚钱，到时候油田的利益会美国伟大哦。但五角大厦那当天，我们记得那天礼拜6哈，我们还在报道这个消息说，五角大厦有个4级的指数，披萨指数突然飙涨，结果呢，现在又来了，五角大厦在4号晚上。又有更多的披萨被订了进去，被形容呢叫做流量暴增，会不会是跟以色列或者是伊朗的行动频繁有关？大家都抓了蛋啊，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委内瑞拉之后是不是伊朗呢？当然，近来的抗议行动，川普有公开去痛批。还有一个新消息。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这个大批的美军机突然飞往欧洲，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战区的报道。开源航班追踪资料发现呢，主要的航班的型号是 C-17的运输机之外还有各种满载的直升机，还有航空范围驻地起降，还有炮艇机特种作战的飞机，都这样。平常虽然也会往返欧洲大陆，但这次短时间之内的出动跟数量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到底要做什么？那么美军突袭下一步是谁？当然，哥伦比亚也是被川普点名，他在媒体空军1号上受访是说，哥伦比亚也病得很重了如果采取类似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那哥伦比亚的总统回应了，听听他怎么说。A mí no me amenace, aquí lo espero si quiere. No acepto invasiones, no acepto misiles, no acepto asesinatos, acepto inteligencia.
Vengan aquí a hablar con inteligencia y los recibimos y hablamos de tú a tú y con cifras reales, no con mentiras. Deje de engañarse de las mafias políticas colombianas, porque nos condenaron a 700,000 muertos, a ser el país más desigual del mundo。他就是强硬到底，你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我们一定会对抗到底。所以下一个到底是谁？川普像这样志得意满，甚至很轻佻的在对几个国家点名，点名的对象里当然还有格陵兰。从他一上任就宣布他想要格陵兰的油田啊、资源啊等等。当这个马杜洛一抓到了，当时就有一位幕僚米勒前幕僚、副幕僚长，他的妻子就发了一个图。把格陵兰的地图贴上了美国的国旗，同时上面写"soon"，快了，快了，快了，所以让外界质疑说：哇，这真的是全体集体的摇滚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官员，甚至家人，都可以把别的国家随便要侵略、要拿下来都可以啦。川普重申有意接管格陵兰，所以我以为大家正常应该会谴责一下，说：哎呀，这个是过度联想，没有。他在回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确是个好主意哦。甚至格陵兰，它有很多是美国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它，所以想要它。这样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也发文回应了，他说：够了，停止施压，停止影射，停止兼并的幻想。那美国只敢欺负弱小吗？那从他上任以来，虽然川普自称是一个和平的维护者，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但目前为止盘点一下，根本就是向全世界开火。1年不到的时间，对于7个国家发起了军事行动，包括了也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索马利亚、奈及利亚、委内瑞拉。所以呢，在这个网站上面，新闻网的形容是：在美国优先的大旗之下，美国向全世界开火，但是当然有选择性的，只敢打那些没有办法还手的弱小吗？戴老师，我觉得如果按照卢比奥所讲的那个话，就很显然他是匹夫之勇啊，这个川普也是匹夫之勇，只因为马杜罗的这个舞蹈在嘲笑川普美国川普就下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心。开始对马杜罗实施绑架的一个行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绑架行动，这是不可取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虽然说在军事行动这个部分它成功了，可是您刚刚讲的没有错，就是因为委内瑞拉是被制裁了10几20年，也被封锁了10几20年，所以它的经济是落后的，它的科技是落后的，它甚至从俄罗斯从其他的地方要获得的武器弹药跟武器装备都是非常的陈旧，很落后。也就是说，俄罗斯能给他的也就是旧的东西，而且之后由于俄国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再也没有给他更新的装备，所以等于是委内瑞拉它本身的防空系统、防空导弹还有空军各方面都是已经是陈旧不堪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还出动150架的飞机，包括2款的隐身战机也包括战略轰炸机，然后再包括预警机、电子干扰机，你把炸了这么多的一个地方，炸了上百个军事基地，导弹、雷达等军事基地都炸了，最后开出一条通道。然后再用低空的方式把整个马杜罗附近的安全的系统全部都把它摧毁，然后再去把人抓走。军事行动是成功的，但是问题就在于，特朗普现在在国内面临的就是违法的问题了，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侵犯了美国国会的职权，他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的规定。然后他在国际上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已经被直接指明的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第2条第4款，而且他也本身也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规定，也就是你一个对外的军事行动要经过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你完全没有被授权。然后你本身引用的是司法部，也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直接站出来说，这个是错误的，你不能对一个刑事犯用国内的司法去执行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这些都完全违反。也就是说，你把国内法、把国际法全部都违反了，你目无任何秩序存在。你的这个行为，你也使你的盟国非常难堪，很难做人。因为
他的盟国由于不敢谴责美国的情形下，被全世界都列为双标国、双标党。那也就是说，他们在谴责俄国的时候就被大家嘲笑了，因为每个人都问说：你谴责俄国侵略这个乌克兰，那你为什么不谴责美国侵略这个委内瑞拉？然后使他们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高市早苗也被国内的也被国际间谴责了。立宪民主党就直接谴责高市早苗，你怎么可以公然双标呢？那你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就是一个奇怪的事吗？那也就是说，你连美国也不敢谴责，那你怎么能够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现在也被谴责了。请问，一个国家现在连欧盟都难以做人了，因为他要的是格陵兰，那丹麦呢？丹麦是盟国，而且北约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让美国的脸丢到全世界。一方委员，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谈民主价值这件事情，至少美国方面没有。那么我们只看到了礼拜六那天呢，哇，突然一个下午，真的首都被攻击，然后真的就派人去把人家总统绑架回美国了。那现在直接加以审判，而且还呛下其他国家排在后面，哪有什么民主人权价值？这个就是一个基辛格他们在讲权力平衡。美国很有名的政治学、国际治学的这个大师啊，摩根索也在讲所谓的 balance power 权力平衡。现在美国就是根本没有所谓权力平衡这件事，这个世界现在没有人可以平衡美国，美国就可以肆无忌惮，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俄国人忙着在打乌克兰的战争，你觉得他有办法帮得了委内瑞拉什么事吗？中国大陆、俄国都卖了武器给委内瑞拉，中国大陆也卖了防空的武器，包括雷达给他，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不是武器系统的原因而已啦。委内瑞拉的看起来军人的素质真的是有问题了。你怎么会？人家就已经摆了这么大的阵仗在外海，等着要选一个时间来攻打你。而你竟然连最起码的保护总统的这些措施是这么潦草，一下就被人家攻进去了。你不会住到这个军事基地里面去吗？你没有地下的设施吗？对，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整个的保护对总统的保护，让我看出其实委内瑞拉整个的军队的训练当然还有警觉心坦白讲都不够。不过我们不要讲这么远，我们讲回来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做？现在他讲了一件事，你这边大概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被抓，很重要。他讲毒品嘛，因为你马杜罗你贩毒嘛，你协助毒品运到美国来出售所以带来给美国很多的伤害，所以我抓你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那我请问你一下，既然你对毒品那么介意，你上台也以后。川普一直讲要跟毒品作战，那我要请问你，你为什么在12月底的时候，你宣布对洪都拉斯的前总统被你美国人逮捕，引渡到你美国，然后你美国的法院判刑45年的一个这个运毒，这个进美国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这样一个洪都拉斯的前总统，你为什么赦免他？你为什么赦免他？美国人自己都讲说，美国的几百吨的这个毒品，海洛因还是什么毒品，在美国他要负最大的责任。你法院也判了他45年，你为什么赦免他？这么大一个毒贩，你为什么赦免他？没有任何道理。而且呢，最多毒品进入美国是墨西哥。你为什么不把墨西哥总统给抓了？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石油的问题嘛，对不对？川普自己也讲了嘛，我现在好了，美国石油公司可以去投资个几十亿然后去接管了等等。可是呢，你看最新的报道是什么？现在的油价算是很平稳很低。第二个，你要投资这么大，美国的石油公司没有兴趣去那边投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去逮捕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他如果干的有问题，那第一个，他的国内人民可以弹劾他，可以逮捕他，
可以判他的刑，不劳你外国动手。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犯了什么的大罪，影响到其他的国家，那请问你，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有定他的罪吗？联合国有对他宣布要采取军事行动吗？你美国怎么会代表上帝呢？这个世界就你美国一个人在控制了，你还打水就打水，就像格陵兰，你刚刚主持人讲格陵兰，看起来他把格陵兰拿下来，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格陵兰周围都是俄国跟中国大陆的船，啊，这个两个国家的船有威胁到格陵兰的土地的安全或者土地的完整吗？有入侵它吗？有在上面设军事基地？答案是没有吗？你只找一个理由再拿下一个有很多矿场，然后战略地位很重要的一块土地而已嘛。所以美国这种做法，我是觉得，坦白做个知识分子，因为国际政治的研究的学者来讲，我是非常的看不起，而且非常的怨恨的。当全世界开始习惯川普会用关税惊吓大家，觉得习以为常，但他的惊吓永远不会停。2026新年的一下，就是告诉大家说，我可以把其他国家的元首直接抓起来，然后呢，继续呛瞎其他国家，我也要这么做。我想这就是川普的一个很明显、旗帜鲜明的一个风格哈。那第一个就是川普还是很精算的，他希望用最小成本有最好的一个收获。好，所以我想直接动武把这个马杜罗抓回去美国受审，应该是他的中策。上策当然是你就在我压力之下自动退位，那我们就可能就算。那下策才是像过去的，对于比如说对于这个伊拉克啊，对于利比，对出兵，我直接出兵，而且我可能要占领一阵子，然后扶植我所认为的所谓的民主的政府。可是呢，他是快速的进入，抓走之后就出来。啊，这个是还蛮符合川普的一个计算的。那从这次任务之后，其实这几天被川普直接所点名的，包括在那天记者会里面，其实我觉得就3个国家了：哥伦比亚、伊朗，有的是记者问他，还有所谓的这个格陵兰。但这3个里面呢，今天有新闻说这个大披萨指数哈，我觉得格陵兰这动武的机会是最低哈，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丹麦，丹麦又是北约的盟国，还是属于一个民主的国家哈。那全世界会怎么看你跟你攻打这个事情？委内瑞拉还是不能够这个相提并论的事情。而且我刚才还特别想到说，我们国际关系有个铁律啦，就是理论上有铁律叫做民主和平论。就从历史的证据、从统计数据，还有从一些理论的基础来说，民主国家基本上不太会互相开战，所以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但是呢，伊朗有没有可能？哥伦比亚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如果硬要比较哥伦比亚或是伊朗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性还大一些，但是不代表说一定会。为什么？看这一次打委内瑞拉，我觉得川普还是冒的一个风险。假设这次任务有闪失，比如说飞机被击落，比如说他的三角洲部队有人阵亡，就不会那么圆满。而且这次行动，根据那一天记者会里面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其透露出很多的细节，准备好几个月，模拟等等。最后有这样的成果，要把这样的成果复制到伊朗、复制到哥伦比亚很难。再者，哥伦比亚的总统他是左派，跟他唱反调，但是他跟马杜罗不同，马杜罗是早就被美国司法部门定罪通缉的，哥伦比亚这位总统是左派，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基础，让川普尽可能可以师出有名，我觉得没有。那伊朗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 case， 所以这种准备，我觉得还有一个准备是有可能，假设有什么状况，再一次的对委内瑞拉还是有可能。因为对美国的行动呢，联合国紧急召开了安理会。那么这场安理会里头，中国大陆公开的3度连续的谴责美国。那么他的发言呢，是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孙磊塔说的。他说有4个严重的问题，听听他怎么说。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视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肆意践踏委内瑞拉主权、安全和合法权益，严重违反主权平等原则，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严重违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严重违反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原则。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要义。在联合国开了这个会议之后，有6国共同谴责，可是然后呢，
好像也没有然后。美方的驻联合国大使特别的强调，美国并没有对委内瑞拉开战哦，也不是在占领一个国家哟，这只是一个执法行动，针对毒品，他用法律来攻击法律，就说我有毒品，强力要查缉的问题，所以它只是违反了毒品相关的法律这4个罪行里面啊。所以呢，其他的国家的表现当然是一个指标喽。英国如何呢？英国首相施凯尔重申维护国际法，希望先取得了相关的重要事实，再来做判定，所以没有谴责。而 BBC 有意思的是，我们前一段还在讲国内的媒体啊报道高雄的性侵案，被下架，结果 BBC 呢记者居然内部有个命令下来。不准记者讲是 kidnap 绑架这个词，你可以讲被捕、被扣押、被抓，通通都可以，就是不能用绑架，因为马杜罗自己本人认为我自己是被绑架了呀，所以呢 ，BBC 工作人员透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某一种风向，要帮美国的行为合理化呀。那么，背后所涉及的石油战、资源战，不言而喻。川普也是公开讲，在第一时间就讲了，我就是要你的油田，资源很大。学者也分析，川普试图把控委内瑞拉的国家资源，有涉及了中美的资讯大战，其中还有石油战。货币战大国的博弈，因此呢，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以油换贷这个现象就要往后观察了。毕竟呢，过去取得委内瑞拉的石油，它来交换的是要贷款给委内瑞拉，超过了已经1000亿美元了，而目前至少还有欠100亿美元在其中。所以现在直接这个政权更迭啊等等的石油，要是美国说他要拿得主控权啊，会怎么面对后面的债务，当然是一个大问题。那川普现在清点过渡期的政治领袖，副总统上任第一时间不是看他很激烈的抗议吗？说美国政府侵犯他们的主权吗？等等的，结果他的态度很反复哦。到目前为止，一下子谴责，一下子又称赞，然后希望跟美国和解，但现在已经不要求美国把他们的总统送回来，因为他已经宣誓就职。毕竟他的哥哥现在也在议长部分被传出来跟美方有过秘密的谈判，那么同时早就已经设想他担任过渡期的领袖，但是呢，因为他一直言论有反复嘛，川普也公开讲，如果这个过渡期的领袖他觉得不能接受，态度不对的话，我也随时可以把他。会让他面临比马杜罗更惨的命运，哇，真的是这个大哥放话了所以接下来委内瑞拉这指的是这个已经接任的罗德里格兼代理总统他过去也是石油部长，显然光石油这个利益就是同路人啊。川普抓马杜罗为什么？其实都不言而喻啦。光是讲石油这个词呢，被算一算，跟我讲了26次。相比之下，讲毒品、帮派、贩毒这些词只有14次。讲到民主呢，一词尽管有被提到，但存在感当然很低，几乎不提了啦。想要一口吞石油，美国的巨头就是刚刚玉芳委员也提到的，虽然他直接宣布说这些公司就要到美国去，到委内瑞拉去进行大规模开发，把石油利益归给美国人，但是3大巨头被问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否认有跟川普政府进行过任何的沟通，要不要投资还要再考虑。当中有人发大财，因为这个行动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在观察什么披萨指数的时候，谁知道突然美国就半夜攻击人家首都，把他总统抓了呢？但是有人知道加密货币预测平台这个 Polymarket， 哇，出现了很强大的内线交易，谁可以这样压啊？赌盘那个压到这样，居然有神秘账户在斩首行动前夕精准压住马杜罗下台，这个账户存进去的钱，哇塞，这个金额很惊人，直接1周的报酬率高达1242%。你看这个数字惊人到赚翻了的，到底是谁那么神奇的预言呢？网上疯传这个神秘账户应该就是川普的小儿子吗？川普一家永远上任之后就是发财发不完，各种状况都有。戴老师，在安理会马上就开始讨论有关于美国的违法的问题。美国的大使当然一定是强调他们没有违法，他们没有违反战争法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雷丁大学的教授认为说，你出动了150架的各类型的战机，然后你炸毁了这么多的军事基地，你打死了上百个人至少接近100个人，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一般估计会超过100多个人以上。
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战争行为，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出动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战机，然后也出动1万多人守在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然后提供支援，你不叫战争行为。接着，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战争行为，你不能说你这个只是一个执行美国司法的一个行动，更何况就是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站出来，他说你卢比奥说你这是执行美国司法部门的一个行动，结果你去逮捕一个国家的总统，你的司法管辖权管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了。接着，川普就说他已经派卢比奥去管理统治这个委内瑞拉，他说这个就是违反联合国的整个法律行为，这个是已经公然的违反法律，所以美国的这个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护里面很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违反了整个联合国宪章，违反了整个国际公法，但是美国还敢这个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我只是一个这个执行司法的行动，这简直是可笑到极点。但是更可笑的地方是在于，竟然美国的盟国没有人敢出来指责美国，这个相对来讲，俄罗斯被全世界谴责。我所谓的全世界是指的是美国的盟友谴责俄罗斯，然后美国的盟友竟然没有人敢谴责川普，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盟友在这一次中脸丢尽了，而且被全世界都认为这些是一个双标的无耻的一些国家，所以西方国家在这一次里面道德真的是整个破灭了。那我们来看看，美国川普说我要的就是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有人问说你美国的石油还不够多吗？他说不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石油是轻石油，它提炼出来的是汽油，但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是重石油，它提炼出来的是柴油，还有最重要的是附加产品，就是沥青。沥青是美国要推动基础建设，我们要盖高速公路，我们要盖很多马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沥青。所以委内瑞拉本身不但是储油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它的重石油是美国人所要的。可是川普要拿下委内瑞拉的重石油的时候，问题是在于美国的石油商到目前为止不敢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就马上进去投资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美国的部队没有派进去，美国也不敢派部队。为什么？因为他怕把部队踏进委内瑞拉的领土的时候，他的下场会是他在伊拉克或者是在阿富汗的下场，也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些民兵组织改为游击部队的方式，不断的用袭扰，那你美国就卷入了另外一场你跟这个国家无止境的战争。10年后会不会又仓皇退出来？那他的这些石油公司目前他们估计要投下几十亿美元，要3到5年之后才可以开始生产，因为一切的设备都太落后了。等到要开始生产的时候，会不会到最后美国人撤走了，那他们又血本无归？所以为什么川普他做完了以后，美国的石油商并不买单？当然，事实上现在最惨的当然是人民哦。不断传出来中间有枪战啊、总统府周边啊等等的，如何能恢复稳定？那么现在川普说了算，委员怎么看？这坦白讲，马杜罗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总统了，没有错，他的国家的经济因为美国的制裁，所以他的经济做得很辛苦这经济的整个状况并不好。可是马杜罗本身大家第一个他不是很能干的人你就看他应付美国，人家大军都已经部署在你外海，随时都要进来了，他还在那上面要跳舞，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样子。所以他不是很能干。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还是用相当程度的高压的手段在统治他的人民。他对付那个反对党、对付反对的人民的手段，坦白讲是违反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了所以你今天你的国家本身就没有办法团结。如果你是个好的一个总统，那就真的是人民会支持你，然后即使有美国的压力，大家还是能够团结。在那个状况之下，我想美国也不会随便敢进去打你。比如像古巴，你美国要打古巴，我相信他就不会那么顺利基本上来讲，古巴相对来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他们的领导人做得还好，
所以他古巴完全对外开放，人家去观光那些，你去看很多那些观光人对古巴的那种批评，很少讲他的政治，譬如说高压政策啊等等什么是没有。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个国家哦，你要不想招来外患哦，你国家的领导者你要能够团结人民，好，而不是说你只有对自己的政党好，只有对忠于你的人好。那你的国家没有办法团结的话，你外面的这个灾祸就容易进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子的说，就是说你今天的做法，美国的做法，川普应该讲川普的做法，某种程度当然是反映美国人的对拉丁美洲的心态。你干预人家的拉丁美洲的这种政治，也不是川普嘛。你看老布希的时候，你也是进军巴拿马，还死了这个大概这一两千人，然后你把人家总统抓了到美国审判，然后关在那边关了非常久，后来放出来以后，又答应法国引渡到法国去，又关了一阵子，最后才回来，过几年死掉。就是说，这个巴拿马这个总统，当然他听说跟毒品都有关了哈。那我相信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总统，大概跟毒品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系。不，主权国家嘛，人家有人家的法律那些，你不能说哦，他毒品卖到我美国来，我就延长我美国的长臂管辖，我就把我的手伸到你的国家里面去。那你像你这件事情，我刚刚讲洪都拉斯那个事情，你既然对毒品那么介意，你为什么赦免那个赫南德兹这位洪都拉斯的前总统？美国的法庭判人家45年，你川普一口气把他赦免，其实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都有原因，川普干的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属于所谓的 National Party， 属于国民政党啊，国民的这个党。所以呢，他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是属于比较接近右派，而不是左派。然后他以前也很会拍马屁啊，川普的第一任内，他也说了很多的赞美的话。这次选举选得很危险，所以呢，他要帮助这个 Hernandez， 就把用同样国民党的身份出来竞选的那位总统，为了要帮他，就把赫南德兹放出来，希望对他选情有帮助。果然他赢了，赢不到1%哎。所以你川普的做法，你就没有办法服天下人的心嘛。你做每一件事都有私心，这个就不对了。大东老师在委内瑞拉的事件里，当然有美中大国的博弈，尤其是利益关系在其中。不过这个代理的总统态度也蛮耐人寻味的。对，目前哈，我觉得因为对美国来说哈，我觉得对川普而言，他一定希望说我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我回来了。那接下来就政治跟外交施压。然后能够让这个新的这个总统，能够跟我们保持合作，好，让我所讲的，我希望做的啊，美国的石油业重新进驻，然后让中国大陆的势力慢慢消退。他一定想做的是这方面事情，但现在就要看啊后续的发展是如何。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相信美国早就跟委内瑞拉部分政治人物有一些默契跟沟通，但能不能够那么顺利，要看后续的这个美国的动作。这个是互动，是有相关的。那第二点哈，从这军事行动之后哈，国际社会有没有反应？我觉得有分好几种。第一种是很多国家是没有反应，不表态的，不表态也是某种程度的表态。第二种呢是高声赞扬，这些国家比较少，比如说以色列啊，比如说阿根廷总统啊，在欧洲里面的意大利梅洛尼算是比较明显，是稍微是更支持这个川普行动的。但有些国家呢，像是比如说欧盟的声明。还有很多刚才讲的，像英国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不痛不痒啦。他大概是说，哦，这个还是提醒啦，希望注重国际法相关原则、联合国宪章，用提醒的方式，还有老百姓，还有区域的局势要稳定，要不能够动乱，讲这些。那第四类就是严厉的指责、谴责中国大陆、俄罗斯、古巴、白俄罗斯。北韩还有部分的被川普点名过的这些，包括巴西、哥伦比亚。这些国家是比较站在严厉立场去反对他，但我很老实的说，安理会讨论是没有作用的。我可以很明白的跟各位观众做一个预测，就会不了了之，因为是木已成舟。而且美国就像刚才委员所说，不是第一次。那个诺维加89年的行动，美国12月，他后来是被美国判40年，缩短为30年，服刑17年，再被法国说洗钱引渡。
最后是死在哪里？死在巴拿马自己的牢中，而且是我记得是被判了3个20年，因为人权迫害。我觉得现在马杜罗的命运，他现在63岁，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势判断，他也很悲惨，可能真的会终其一生是老死在狱中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国际社会不只是法律有规范，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实力的原则，是赤裸裸的这种权力的政治了。的确非常赤裸裸，看到他们包括第一夫人两个人都是受伤的模样出现在镜头前。国际社会现在关心什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部分，刚好南韩的总统李在明访中4天的行程里头呢，他特别公开的讲，在韩中的关系呢，就好像同海域、同向航行的船只会携手跨越风浪，要合作什么呢？包括了 AI、文化、全球经济，他都必须要跟中国大陆来合作。那么李在明呢，甚至呢很厉害哦，我真的觉得他把川普也当时见面的时候，把川普哄得很开心。那跟习近平见面的事也是啊，本来很严肃，变得很欢乐。首先，习近平1月5号在北京大会堂接待他的时候呢，当然以国宾相待。先行有大概90分钟的会谈，再有2个小时的国宴，两个人会谈都很热络气氛，还有韩中的歌曲各6首，什么阿里郎啊、故乡的春天啊、南韩的经典曲目来欢迎他。但李在明在现场很会这个秀啊，例如他拿着当时习近平送给他的小米手机来玩自拍，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刚开始气氛还有点干啊，虽然有对话，但是笑容满面开始是什么时候？从李在明说哇我要自拍，我拿着我的小米手机自拍，然后两个人拍完不够，2位夫人再加入，哇很欢乐，最后还听到习近平称赞他说你的拍照技术很好，所以这就是李在明化冰融冰的方法，看起来在中国大陆访问非常的愉快，双方还签了15份，预计有15份的合作文件，今天继续访北京，然后还要再往上海去走其他的行程，其中他随行的有很多企业家，你看在行程当中，他就不会去提到委内瑞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谴责，他非常低调的进行。但是呢，企业界的合作可就很高调了。他带着一行的企业主里头，其他的4大巨头，以三星会长来讲，李在镕画面就被拍到他去逛了北京的京东 Mall 双并店，买了这个拉布布啊，100只啊，有大首领，有大天使啊等等，甚至去端详他们当地自产的163寸大电视，到家具馆去参观沙发马桶，很多都 AI 智能系统这些系统的相关产品。其中呢，这一位韩国 LS 的集团会长在受访的时候呢，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20年前啊，中国电视、汽车这些产品品质通通不怎么样，我们把它看在眼里。但到2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产品，中国全球排名不是第1就是第2。那记者问他说，那么韩国企业用什么样的战略来跟中国企业竞争呢？他说，要与其竞争呢，可能很难啊，很有困难，还不如未来我看到的只有合作这一条路。所以中韩的合作呢，对于日本来讲当然尴尬了中韩元首会双方提到的抗日的历史是最大的公约数。李在明再度的强调要坚持一中，而且捍卫2战胜利的成果，守护东北亚的和平。那么韩中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2战历史，更是双方谈话的很大的关键点。高市早苗在新春谈话的时候，本来大家都预期他会不会提到委内瑞拉，会加以谴责，或者是像在野党曾经希望提出来他要表达一些立场呢？当然他就完全跳过，没有提。而高市早苗对于现在韩中的合作事项的内容，他是说他希望呼吁推动中日战略互相的互惠，门仍然是打开的，仍然希望跟中国大陆进行各种的对话跟合作。但日本最快4月份开始要允许杀伤性的武器要出口，在军武上除了增加预算之外，也有更多的部署年底还要修改安保3文件，这些文件用来强调什么呢？就在强调这个各种战斗的，还有国防的武装。那么央视因此认为，现在大陆商务部将会加强禁止所有两用的物资对于日本的军事用途军事用户因为担心它会军国主义的复辟会产生其他的影响。而解放军再度的秀肌肉，我们看到了2026年正在开演的全军开训，其中东风17很罕见的亮相了。那么新年开训派出的歼20编队东风17啦，还有无人机器狼。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狼所谓33的编组哦，这个33的编组就是包括前行的部队以及观测资讯，甚至可以载运物资跟火药弹药等等的。这样机器狼直接编组的战备呢，是在跟全球也秀肌肉，当然包含了东风17的极音速飞弹，还有2066的首次海上的训练呢，是有4艘万吨的大驱亮相，包括了无锡舰、南昌舰，还有拉萨舰、鞍山舰，这也是第一次在镜头前面共同出现的画面。戴老师，李在明这次看起来应该是铁了心了哈，他要改善跟他邻居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走的路跟尹锡悦是完全不同的路。走了跟尹锡悦完全不同的路，一定会得罪美国，也会让美国不开心。现在的接着要挑战李在明的是，美国不开心的时候会给会给韩国施加什么样的压力？那李在明能不能顶得住，不再反复？过去韩国有几次的领导人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跟朝鲜的关系，但是当美国给他施加压力以后，他又转过来了。一个最著名的就是朴槿惠。朴槿惠在10年前的时候，他也是去参加93阅兵。他去参加93阅兵，就是因为他想要大层面的、大幅度的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当美国给他施加压力，然后闺蜜们的案子突然间爆发，然后甚至很诡异的这个公司已经搬空的，竟然还有一个笔电留在公司的垃圾桶，然后记者刚好又去，然后找到那个笔电然后里面竟然有所有的这个朴槿惠跟她闺蜜他们的所有的机密的档案资料，这个人类间最奇怪的事都会发生，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在韩国的事情。那现在当这个李在明铁了心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李在明讲得很明白，他要改善跟周边所有的环境的朋友的关系。你看美国是不用讲嘛，他还是继续会走亲美的路线。第二个，他还是会缓和，还是会继续跟日本走良好的关系。例如说，他也很有可能今年要到奈良去这个高市早苗的故乡去跟高市早苗见面，很有可能还是会继续会进行。但是在这个之前，他是率先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也就是2026年开局之年，他就先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了。那他很清楚知道，他改善了跟中国的关系，他就有条件透过中国大陆来缓和改善他跟朝鲜的关系。如果他能够也改善了两韩的关系，然后他也努力的，因为他在大陆访问的时候，他甚至说他也希望能够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他要走陆领的一个政策，这个陆领的政策当然会使韩国的筹码就更多了，因为他跟美国跟日本那么要交换的筹码就更大，空间就更大，而不像过去是毫无空间可言。这个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的是他的意志，因为美国绝对会给他施压，日本也会给他施压，他能顶多久，能不能顶得住？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这个也给台湾一些思考。台湾完全倒向美国以后，你还有多少空间？你的空间是0。你完全倒向日本的时候，你的空间也是0。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没有啊。南韩总统正在访中，但是双方共同定调就是对着日本抗日的历史。那么日本方面说要开放对话的空间，但现在大陆央视这边公布出来，大陆商务部直接禁止所有两用物资，包括军事用途、非军事用途，都要跟日本来加以管制。先讲这个韩国，其实韩国在近代史上，除了韩战的话，中国跟南韩的关系基本上韩国的关系好过于跟日本。那1919年的时候，韩国的流亡政府就设在上海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最后就到了重庆，所以在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那跟南韩的关系本来就是很不错，在抗战的时候大家携手抗日嘛，这样。不过所以韩国它的外交一定会比较灵活，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北韩的威胁，所以对南韩来讲，韩战的事情变得比较遥远。
他如果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让中国大陆不要去帮北韩太多，这对他来讲也是个保障。但是他的亲美的路线是会从头走到底的，因为他的这个军事的装备，甚至高科技对美国的依赖，还有市场的依赖，那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这高市早苗我的感觉就是，除了安倍以外，大概最反共的大概就是安倍。就是高市早苗，而且他的推动日本的军事这样的一个现代化，加强这个军力，我认为这条路他也是会走到底。而且对他来讲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对日本来讲，他们现在想把武器外销，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造出非常好的潜舰，传统性的潜舰，还有一些的舰艇，这些东西。对很多国家来讲，它的性能不见得比美国的差，但是呢，价格便宜很多，所以它有一些商业上的考量，不见得是完全是军事的。但是在军事上来讲的话，还有经济上来讲呢，日本跟南韩一样，对美国的依赖是不会改变。但是中国大陆也是个这么大的市场，而且就在旁边，所以它当然跟美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它是不想跟中国大陆交恶了，不管。安倍不管是高市早苗，大概都是他们希望还是跟中国大陆能够减少冲突，能够改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韩国总统正在访问中国大陆，指标是这次真的是蛮有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意义。对，我觉得这一次对李在明来说还是非常关键哈，因为第一个是他上任才半年多哈，而且上一次韩国总统去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2017年了，文在寅。那2019年文在寅又去过一次，不过那时候是工作访问，所以我觉得这是指标性意义的一个出访。那重点是呢，其实他特别讲，他要全面复苏中韩关系，意思讲直白话，就是要修补在尹锡悦政府执政时期中韩关系的快速恶化。当然这个是一个还是很艰困的任务因为李在明现在要走的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两边讨好，而且是要比较务实或是比较弹性。其实第一个是他跟美国关系不会坏，而且会更加深入，而且他跟日本关系也会慢慢走下去。但是他跟过去这个尹锡悦政府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自己讲的，他出访之前不是受到央视的这个专访，他说美韩同盟的深化不代表说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对立，关系要恶化。他意思是有点是我可以同步的往前走，但在实务上当然可能会受到美国的一些在后面的一些软性的施压，这一定的，而且我觉得他会有预期，但他还是非常义无反顾的去，而且这个时间点如果根据媒体的报道，也是韩国希望坚持，